你觉得没本事还爱较真、没资格还爱提要求的国家是谁？前几天中国不是潜射了一次洲际导弹吗？日本心态直接崩了，发射前提要求中国不理，发射后又开始找中国要说法。看完整个过程，小编就一个感想：日本真的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北京时间7月6日上午10点30分，日本驻华大使馆收到我方通知，知晓解放军要在太平洋海域开展潜射洲际导弹发射训练，导弹弹道会从日本上空外层空间掠过。大家知道最扎心的对比是什么吗？澳大利亚提前一整天就收到了完整通知，这下日本心态直接崩了，当场就绷不住，发起官方抗议，语气那叫一个强硬，嚷嚷着要求中方重新考量发射计划，坚决不让导弹从日本上空经过，还大肆炒作会威胁日本国家安全。小编就想问一句，凭什么？真就凭你们脸皮厚吗？但凡懂点军事常识和国际法的都清楚，这次试射从头到尾都是咱们年度例行性军事训练，是早就排好的正规训练任务，不是临时突发的军事行动，更不是针对任何国家的挑衅举动。年度常规训练计划其实你一句抗议就能随便取消、随意更改的。全世界哪个大国的常规军演导弹试射会因为别国一句不满就叫停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要知道，国际通用的卡门线标准100公里以上就是外层空间，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领空范畴。咱们这枚潜射导弹发射之后，仅仅1-2分钟的时间就直接突破100公里卡门线，进入外层空间飞行，后续整个飞越日本的过程，全程都是在太空公用空域完成的，压根没占日本领空半点边。说白了，就算咱们不单独专项通知日本，在法理上也挑不出任何毛病。咱们本着负责任的态度，特意进行了专项通报，结果反倒被日本倒打一耙，真是好心没好报。不光日本官方急得跳脚，日本民间网友更是离谱到家，叫嚣着要让日本自卫队直接拦截咱们的洲际导弹。看到这些言论，小编真的忍不住想笑。小编就想问一句，你们真的知道洲际导弹是什么级别的武器吗？真清楚自己几斤几两吗？先不说别的，放眼全球，能有效拦截全程飞行洲际导弹的国家屈指可数，日本的反导体系对付一些短程、中程导弹都勉强，拿什么拦截高速突防、可变轨的洲际导弹？要是日本真有这个实力，早就嚣张到上天了，怕是又要复刻当年偷袭珍珠港的狂妄行径，还用得着每次面对大国军事动作唯唯诺诺，纯属嘴强王者，纸上谈兵罢了。更有意思的是国际各方的反应，作为全球头号大国，常年紧盯各国军事动态的美国全程淡定围观，只是常规监控，没有一次抗议，反倒是全程没受到任何实质影响，没有半点安全威胁的日本上蹿下跳，气急败坏，完美诠释了什么叫皇帝不急太监急。可能有人会说，日本是不是真的感受到威胁了？根本不是。咱们深挖细节就能发现，日本从头到尾都拿不出任何实质性指责理由，官方抗议全程不敢提领空被侵犯。日本防卫省内部文件自己都明确承认，100公里以上外层空间无国家主权，我方飞行轨迹完全合规。他们所有的不满只纠结一个点，通报时间太短。日方抱怨自己只提前90分钟收到正式书面通报，甚至还有30分钟的说法，强行要求中方未来必须提前24小时通报。对此，我方回应堪称教科书级别，国际法没有任何一条规定弹道导弹试射需要提前24小时专项通报。对比之前朝鲜导弹飞越日本上空，没有任何事前通报，没有任何预警告知，日本立刻全国拉响G Alert 防空警报，民众紧急疏散，反导系统全线战备，首相直接定性为国家生存威胁，又是制裁又是紧急开会。而咱们这次试射，提前3天发布全球航行通告，规避船舶民航风险，发射前又专门通报日方，全程透明合规，有理有据。结果呢？说白了，日本这次的抗议压根不是为了国家安全，纯粹是心态失衡，面子挂不住。
当日本还在纠结中国只提前90分钟报备的时候，咱们国内的网友也在纠结一件事：这次试射的到底是巨浪2还是巨浪3？小编刷了一整天抖音，网友们吵得不可开交，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。有人笃定是巨浪3，也有人言之凿凿说是巨浪2改进型，吵得热火朝天。说实话，小编真心觉得纠结具体型号完全是本末倒置。先给大家捋一下争议点。首先，这两款导弹外观几乎一模一样，单凭发射视频和外部监测画面根本没法肉眼区分，这也是争议的核心来源。很多人判定是巨浪2。核心依据就是网传的7000多公里射程，不少人觉得巨浪2最大射程8000多公里，贴合这个射程数据，而巨浪3网传射程超1万公里，能达到1.2万甚至1.4万公里，打7000多公里属于大材小用，完全没必要。但我想说，持这种观点的朋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根本不懂导弹试射的核心逻辑。咱们搞导弹试射，核心目的从来不是跑完最大射程炫技，而是获取精准实验数据，校验武器性能。这是训练，不是实战。核心诉求是可监控、可追溯、可回收数据仓，完整考核导弹各阶段飞行性能，而不是单纯比拼射程远近。所以发射点位、飞行弹道、打击射程、落区选择，全都是围绕获取最优实验数据设计的，根本不是大家想的能打多远就打多远。这次试射从渤海发射，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最优选择，没有半点随意性。熟悉中国军事布局的朋友都知道，渤海是咱们的内水，保密性拉满，外国侦察船、侦察机根本没法近距离抵近侦察。咱们的战略核潜艇从洞库出发，深水航道直接出海，不会被外军锁定踪迹，水下发射的声纹特征也不会被采集，完美规避泄密风险。而且渤海周边配套了国内最成熟、最早的导弹遥测战网，还能和远望号测量船联动，实现天地机联合测控，能精准捕捉导弹初始段、中段、末段的所有飞行数据，这是南海等其他海域暂时不具备的成熟条件。咱们历次巨浪系列关键试射，从巨浪1、巨浪2定型试射到巨浪3首次水下试射，全都是在渤海完成的，这是传承多年的最优实验阵地。再辟谣一个全网流传最广的谣言，本次试射射程根本不是7000多公里，7000多公里的射程是从南海发射到南太平洋的距离，而本次发射点位是渤海，落点在南太平洋法属波利尼西亚附近公海，直线距离足足1万公里以上，实打实的洲际射程。单凭这一点就能推翻所有只是巨浪2小射程试射的猜测。结合 IISS 权威智库数据来看，巨浪2最大射程仅8000至9000公里，根本无法完成渤海到南太平洋的全程弹道测试，也达不到本次试射的洲际打击剖面。而巨浪3射程覆盖1万到12000公里，可搭载6到10枚分导式机动弹头，还具备变轨突防、高超音速飞行能力，完全匹配本次试射的所有参数，所以大概率是本次试射的主角。但重点来了，就算退一万步讲，这次真的是巨浪2改进型试射，又能怎么样？型号真的不重要，试射释放的战略信号才是真正的重中之重。此次试射标志着咱们彻底打破了第一岛链的封锁桎梏。过去多年，外界一直妄图用第一岛链困住咱们的海基和力量，认为咱们的核潜艇无法前出远海，核威慑能力有限。但这次渤海近海发射，全程飞越西太平洋，精准命中南太平洋公海目标，直接证明咱们的战略核潜艇不用冒险穿出第一岛链，在家门口的安全海域就能覆盖太平洋全域，甚至直达美洲腹地。其次，标志着咱们的海基2次核反击能力已经完全成熟、可靠可控。陆基导弹阵地固定，容易被侦察锁定，生存性有限；而海基战略核潜艇隐蔽性极强，可深海长期潜伏，待机待命，随时能发起反击。本次全程全要素试射，完美校验了导弹助推、惯性导航、末端载入、数据回收的全流程性能，意味着咱们的海基核威慑不再是纸面实力，而是随时能用、精准可靠的实战地拍。
第三，彻底终结了美国本土免于中国核反击的固有优势，迫使美方重新评估对华核力量对比，调整全球反导部署。很多人纠结型号，无非是想对比战力，评判强弱。但在小编看来，无论是巨浪2迭代升级，还是巨浪3成熟亮剑，都是中国核力量稳步进阶的最好证明。这一次常态化的远洋试射，是中国海军、中国核力量自信的最佳宣告。寇可往，我亦可往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